他在美国最强的军队服役20年，可退役后却穷得买不起一包盐，因为他除了会玩枪，其他一无是处，就连女儿出生的手术费都是妻子东拼西凑借的，这让特种兵杰米很是内疚。在一番复杂的思想斗争后，他决定要让妻女后半生过上富足的生活，于是跟同样贫穷的战友踏上了抢劫银行之路。虽然他们在社会上没有一技之长，但就玩枪而言，全城的警力可能都找不出他们的对手。只见这伙人先是戴上圣人的面具，然后以极其专业的手法控制住安保，紧接着再将银行大厅掌控在鼓掌之中。在他们专业的操作之下，整个银行的人都吓傻了眼，没有谁敢站出来做抵抗。但15分钟后，警方还是会接到银行的自动报警，因为他们打算强行开启金库的大门。Give me the fucking key! Smart. 就在杰米接过钥匙去开第一道锁时，患有暴力倾向的米克开始对经理一顿暴击，甚至用掰断手指来警告他，待会说密码的时候不要撒谎。Let's go. I need the code. 31777. 可一向小心谨慎的杰米，只是随便瞟了一眼银行女柜员，他就意识到经理刚才撒了谎。Look at my fucking eyes. If that's a panic code, he's gonna cut off a lot more than you fucking dumb. You understand me? 12379. 最终改口的经理又一次换来暴击，原本5公分的高鼻梁，愣是被匪徒揍成了1.5。那残暴的重拳简直是无法直视，因为在这伙匪徒的眼里，任何挡住他们财路的人都是眼中钉肉中刺。为了完成今天的发财梦，他们不惜任何代价，也要将所有阻碍除之而后快。随着输入密码打开金库，外面的司机同伙也收到了出警通知，15分钟内他们必须赶紧拿钱走人，不然的话将会和警方正面碰撞，到时候想全身而退几乎是不可能。所以他们并没有打算拿走金库的所有现金，而是装够300万就立马撤离。可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刚背上钱袋走出银行，就立马跟几名 FBI 的探员发生了交火。他们全都荷枪实弹，似乎早就料到了银行劫案的发生，在出其不意的攻击之下，瞬间就秒杀掉劫匪的一员，也算是挫了挫他们的锐气。不过杰米等人也不是吃素的，立马找准方向全力反击，强大的火力很快便压制住前方的 FBI。可就在这时，另一个方向的警力支援已经悄然而至，正好又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虽然在一顿交火之下双方互有伤亡，但这给杰米等人的撤离带来巨大的困难。如果被 FBI 拖延到地方警力抵达，他们笃定是插翅难逃。于是杰米等人赶紧使用服役时的作战技巧，利用火力交替压制来制造撤离的空档。但不幸的是 ，FBI 这边的老白枪法极准，直接击倒其中一名背钱袋的匪徒。巨大的疼痛导致他瞬间倒地不起。尽管杰米立马手持双枪朝那个方位压制，但是队友的状况已经十分糟糕，就连站起来都成了问题。这给本就形势不好的他们额外加大了逃跑难度。米克索性抛下伤友求稳妥，可杰米却不愿这样对待战友，毅然选择拖上累赘一同跑路。谁曾想就在撤离的期间，另一名队友竟当场殒命。原本的6人小分队瞬间只剩下了3人，这着实把两兄弟吓出一身冷汗，赶紧拖着重伤的队友逃离交火点。由于先前用来跑路的车被打成了马蜂窝，他们只好在大街上来了次真人 GTA， 一把将中二青年扯出驾驶室便扬长而去。但很快警车也随之追了上来，为了摆脱对方，兄弟2人只能一个驾车，一个探出车窗扫射，靠着不错的枪法，很快把追捕的警员击毙，然后立马掉头寻找其他出路。可就在这时，对面却迎面驶来2辆警车，兄弟2人索性豁出去了，直接加大油门朝警车中间撞去。最终在千钧一发之际，警车选择了变道，兄弟2人也趁着这个机会迅速拐入死角下车，然后赶紧换辆车再继续跑路。谁曾想就在这时，一辆巡逻车刚好路过这条街，米克为了避免对方通风报信，直接使出一招精准的点射枪法，赶在警车靠近前完美击杀上面的警员。随后3人驾驶隔壁的红色越野车逃之夭夭。霎时间，这起特大恶性银行抢劫案轰动全城，新奥尔良各大媒体相继播报在逃劫匪的信息，务必要将逃走的3人困在奥尔良瓮中捉鳖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次面对的劫匪绝非等闲之辈，他们不仅身体素质和枪法都过硬，而且还懂得摧毁作案的相关证据，可谓是100年难遇的高智商罪犯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联邦调查局十分重视这起恶性抢劫案，连夜就指派探员弗兰克联合当地警方成立专案组，务必要在24小时内将在逃的3名劫匪抓获。眼前的弗兰克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探员，他认为这起银行劫案肯定有内应，
于是连夜对银行柜员进行盘问，希望能找出破解此案的蛛丝马迹。但很可惜，得到的结果却不尽人意。虽然他们都目睹了案发现场，但是因为银行经理遭受到暴击，吓得所有人都不敢抬头看劫匪，以至于弗兰克没有问出丝毫面部线索。只是得知劫匪中有2人说着本地话，但就在他接女儿的电话，被埋怨又因为工作放鸽子时，一旁的手下老白接到一条重要线索。巡警在一处隐蔽的位置发现了被烧毁的车辆，很明显就是逃走的3名劫匪所为。于是弗兰克打发走所有银行柜员，让他们回去好好休息，如果想起了什么记得第一时间联系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杰米和米克拖着重伤的队友回到老巢，一进门米克就暴揍这起劫案的策划人，他怀疑就是他出卖了他们，不然的话 FBI 怎么会提前守在银行门口。眼看米克就要开枪将其干掉，一旁的弟弟杰米赶快跑过来劝阻，他想给策划一个解释的机会。求生欲爆棚的他赶紧说道，出卖这次行动的是电脑版制作者斯莫斯。在白天新闻报道出来的第一时间，他就给警局的好友打去了电话，得知昨晚斯莫斯被警方抓了，所以他怀疑是斯莫斯给警方供出了这次计划。杰米听后望向米克，表示这很合情合理，于是便要求他放了策划，转而想办法将剩下的150万洗干净。可策划却表示现在风头正紧，敢接下这活的人只有奥尔良本市最大的黑帮努西，不过他的抽成相当的高，可能至少都要40%或者50%。杰米听后吓得直晃脑袋，但一番斟酌后还是决定就找努西，毕竟现在他们急需用钱跑路，慢一秒都可能在监狱度过后半生。怎料这时银行的女柜员突然闯进了房间，瞬间把3人吓得神经紧绷。可当杰米看清她的样子后，却放下了枪，原来她是杰米这次行动里应外合的女友。如果没有他这次抢劫也不会这么顺利。可他一进门就朝着米克指指点点起来。杰米深知米克情绪暴躁，赶紧将女友抱到门外详谈。原来半小时前 FBI 的探员审问了女友，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米克，原本计划好的只劫财不伤人，可米克却杀掉了3名警察，这让他十分担心杰米也会因此遭受牵连，毕竟联邦调查局介入可就不仅仅是抢劫案那么简单了。再加上杰米7年前有案底，警方一旦追查到他身上，想逃都没有机会。杰米为了安抚女友，耐心地跟他保证，今晚就把抢来的美金洗干净，然后立马带上女儿一起离开，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隐居。说着便让女友先回去家里等消息。可是女友的脾气却很犟，说什么也要跟他们一起去交易。杰米原本对此非常反对，可是米克却告诉他，现在首要任务是带队友去找人疗伤，如果他女友来开车，可能会方便许多，毕竟警方不会搜查一个漂亮的黑发女人。说着几人便一拍即合，打算驾驶车辆朝战地医生那赶去。离开前米克还警告策划，如果敢像斯莫斯那样出卖他们，他会回来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 We're clear. 10分钟后，他们抵达了战地医生拉伦斯的家。凡是战场上的伤，他基本都能医治，所以兄弟2人觉得把伤友交给他很稳妥。就在醉醺醺的拉伦斯检查队友伤情时，杰米接到了策划打来的电话。考虑到隐私问题，杰米走到了屋外接听，没想到策划要说的是很糟糕。虽然努西答应吃下这笔钱，但是他的抽成却异常的高，150万美金只能洗50万，简直是一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买卖。不过杰米最终想了想，还是答应交易。他必须在今晚带着女友和女儿离开这里。而此时屋内的拉伦斯发现，这种从腋下射入胸腔的子弹他取不了，再加上伤员已经失血过多，他觉得除了送医院无力回天。米克听后满脸痛苦，送医院肯定是不行的，于是他拿出一叠钞票塞给拉伦斯，想办法让队友走得没有痛苦就行。碰巧这一幕被接完电话的杰米看到，但他并没有多问，因为拉伦斯转而告诉他，只要经过处理伤情便能稳定。没了牵挂的2兄弟即刻出发跟努西的弟弟会合，双方找了个十分隐蔽的位置，警察一般不会过来巡逻，但此刻有个严重的问题，他们彼此都瞒着对方一些秘密。以米克的脾气而言，如果知道交易金这么低，肯定不会答应，所以杰米并没有事先跟他坦白，打算来个先斩后奏。谁曾想正是因为如此，他们在跟努西的弟弟交易时犯下一个大错，因为交易金额严重低出预料，米克不高兴地多问了2句，却换来努西弟弟的无情嘲讽，直接点燃了米克这枚手榴弹。杰米见状也迅速拔枪跟其配合，只是短短不到1分钟时间，他们就将这群不入流的混混打得落荒而逃。杰米眼看还有一个漏网之鱼逃了，便手持冲锋枪追了上去，而米克便趁此机会用凶残的手段结果了努西的弟弟。杰米深知这下摊上了大事，不仅警方要追杀他们，就连黑道这条路也没法走了。无奈2人只能赶紧捡上钱袋跑路。路上杰米的女友很慌张，在等红绿灯时碰到对面有警车，米克下意识掏枪准备作战，好在最终只是虚惊一场，绿灯还未亮，警车就接到任务离开了。而此时努西接到了手下的紧急电话，他的弟弟和所有人都被杰米2兄弟杀了，这让努西很是气愤，立马派得力干将去抓2兄弟。同时警局这边也在抓紧审问斯莫斯，起初他还想狡辩不认识抢劫银行的人，只是负责制作了一块警报控制板，但弗兰克根本不吃他这一套，立马用极其犀利的言语戳破他的谎言。无奈斯莫斯只好交代见过其中的白人2兄弟，但不知道他们的名字。他
他们胸前有许多纹身，看样子是退伍特种兵，并且还有家族名号谢里登字样。根据这条重要线索，警方立马查到了2人的身份信息。几年前，警方因打架斗殴还逮捕过2兄弟。弗兰克眼看线索浮出水面，立马下令对兄弟2人进行全程通缉。而此刻逃回老巢的他们，因为刚才交易的事情争吵起来。杰米责怪哥哥米克，都是因为他把原本简单的事情搞得一团糟，还说今晚离开后从此分道扬镳。这让米克听后很是气愤，当场就质问他是不是女友从中作梗，还说了许多难听的话。他觉得是那个女人离间他们兄弟的关系。由于骂得太难听，杰米的怒火一下涌上心头，直接和米克互殴起来。没想到就在这时，房门被一群黑帮分子踹开，他们手持重型武器，2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当场控制，策划更是直接被大胡子贴脸爆头，那残忍的场面简直不能直视。等到他们再次睁开双眼，已经被努西的手下绑在了一间废弃仓库。尽管米克将所有责任揽在自己身上，但是努西压根就没想过放走其他人，他要用极其残忍的方式折磨他们。首先遭殃的就是负伤的队友，只见努西让手下大胡子挖起一瓢硫酸，直接从队友的头上淋了下去，痛苦的惨叫声瞬间响彻整个仓库。米克更是对其一顿臭骂，让努西直接给他来个痛快，不要伤害其他人。可努西却偏偏要作死，打算拿杰米来开刀来折磨米克，结果却因这个错误的选择葬送了自己。在兄弟2人默契且精准的配合之下，力挽狂澜，逆风翻盘，愣是干掉了努西所有手下。刚才还嚣张跋扈的大胡子被杰米一把丢进了硫酸池，奄奄一息的努西也被米克以同样的方式结果。果然是俗话说得好，顺风不要浪，不然怎么输的都不知道。离开努西的地盘后，米克主动和杰米分道扬镳。刚才的经历让他意识到，弟弟跟着自己在一起只会更危险，索性让他带着女友跑路，只要能安稳度过今晚，他们再找机会相聚。可2人还没跑多远就撞见了警车，杰米本想开枪干掉对方，但女友一直在耳边告诉他，为了女儿和家庭放下武器，顶多蹲几年出来，到时候他们一家3口还能相聚。杰米最终也按照女友的话做了。可就在这时，米克突然冲了出来，二话不说将控制弟弟的警员干掉。他可不想弟弟被抓。Why'd you do that, bro? Because I love you, bro. 说完，米克便转身去引开警车，给杰米他们制造逃跑的契机。因为除了刚才被杀的警员，其他人还并不知道弟弟的下落。然而杰米和女友刚走过一个巷子，就再次看到和警察厮杀的米克。听到枪声的杰米忍不住愣了几秒，他想冲上去帮哥哥，可身后却又是家庭。最终他在2者之间还是选择了后者，因为刚出生的女儿还需要他的照料。接下来米克便独自跟警方展开激烈的巷战，虽然他仅有1人之力，但是靠着过硬的作战经验和枪法，丝毫没有落入下风。再加上周围的天然地形，米克一边打一边利用居民屋躲藏。弗兰克等人愣是追了好几条街都没抓住他。不过最终正义还是没有缺席，米克被老白一枪击中要害，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，而是忍住剧痛继续跟他们周旋，因为他还有一件事没有做。只见他躲在暗处抓住了1名警员，然后主动出来跟警方谈判。怎料跟踪他血迹的弗兰克刚好出现在侧方，还没等他提出要求，就直接一枪将米克击倒。随后弗兰克质问他弟弟的下落，可米克刚说出杰米死了，就当场没了气息。弗兰克用冰冷的眼神望着他，对刚才的那番话他还持有保留意见，除非真的看见杰米的尸体，否则他不会相信米克的话。而此时末班车的终点站，谨慎的杰米选择和女友分开，即使他真的被警方抓到，女友的身份也不会被察觉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天下会有这么巧的事。FBI 在搜查努西的仓库时，发现有人掉入了硫酸池。一番寻找后，他们发现一条项链，经过辨认可以确定就是杰米的，再加上溶解后的尸体无法进行 DNA 取证，他不得不相信了米克的话，把杰米当成了已死之人结案。但几天后，他们又查清了另一条线索，杰米的女友就是银行柜员。弗兰克登门造访，打算确定后将其抓捕归案，可他却在谈话后选择心软，因为银行丢失的150万全数追回，劫匪也全部落网。他没有理由毁了这位母亲，把刚出生的重病婴儿送进福利院，这样做只会给社会又增添1名罪犯。3年后，杰米终于和家人再次重逢，他们带着努西的50万美金逃到一座小城市，这里没有汽车，没有飞机高铁，只有捕鱼为生的简单生活。虽然远离繁华，远离科技，但这就是他一辈子所追求的平凡生活。